感谢你为我们加拿大做出的贡献。合理啊，合理。就这个人脑袋不疼。路走到底呀！今天天气有放晴的感觉呀，天气预报显示是雷阵雨。今天我们预定了去路易斯湖的班车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准备先去一下小镇，然后去路易斯湖。白栅栏配的特别漂亮。这 Gore-Tex 是始祖鸟系列的一个比较不错的防雨的一个系列。然后这边像这边这个，这是 Gore-Tex Pro， 它就是顶级防雨，更为专业一些。顶级防雨，防雨和顶级防雨，对。只有这家店可以哦。只有这家店可以在买的衣服上面印一个免费的班夫的 logo， 就是限定款，班夫限定款。对，而且还有一个小鸟。所以其实在周末我们不做的。哦，Thank you。有一个就是始祖鸟的东西是终生可以保修的，就比如说你这个被划破了，然后它有这种贴补的那种东西给你贴上，打补丁，依然是防水的。我也算是有了班夫标志的。也算是加拿大土特产班夫特供限定款鸟，还是打折了。感谢你为我们加拿大做出的贡献。感谢他们给我打的折扣。Awesome, thank you. 夏天啊，就是卷，今年实在是太卷了。2点开始 check in 的 shuttle bus， 大概将近1点半的时候去，都给我们轰回来。他在2点之后再回来，太严格了。现在原谅我们走过，绝对不是这么严格。喝个咖啡，看到有额外商业的去梦莲湖和路易斯湖的 shuttle bus， 去梦莲湖的是125。去 Lake Louise 是55。路易斯湖滑雪场，我们在等巴士。下午2点的票，现在还不能 check in。突然发现走几节台阶，都是野生动物的标本，都是班夫的原住民啊。我们曾经近距离的和棕熊见到过。
所以呢，也算是最亲密的陌生人啦。这个是黑熊，黑熊相比于棕熊呢，它好像攻击性稍微少一点。路易斯湖的夏天啊，缆车依然是开放的，对游客，还可以坐这缆车一直到上面去。而且刚刚前2天山上应该是下雪了，相信风景也是不错的。上车了，上车了。2点的票，1点50分钟就到这里。对啊，不让提前上。对，1点半不让换票。而且还是那个罐罐，他去死了。没有什么，我们又发现了这个路易斯滑雪场啊，它那个台阶走几阶啊，那个班夫原住民的标本啊，也挺好看。看了一看，晃了点时间，喝了咖啡。对，山猫、高山羊、那个大角羊都有。暑期今年暑期真是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真的是不一样，太卷了。好，又去路易斯湖了。这边实际上是法语的。我们现在就在这儿停车场这儿，然后呢进里边，这是路易斯湖城堡酒店。然后我们今天呢是爬这个路线，它这儿显示是0.7公里，可能再加上点就1公里有可能。然后如果你回头还可以愿意挑战，还有2条线路，一条是到这边，他们有到茶屋的，还有一条有到最高的一个地方，在某一个点。所以到时候我们到这儿的时候啊，你基本上就能看见整个湖啊，整个湖大概就有距离感，就有概念了。就是今天是个小爬，对，小爬，然然后如果能行的话，过几天我们还来个大爬。对，爬好之后我们来决定。对，爬好了之后，我们来决定到底是否要再来爬大的。好。就是在这个方向，你其实也不算特别高了啊。对，就算个瞭望台吧。然后还有更高的，就在那个方向。我们先从这个方向开始。对，看着还比较容易一点。对，他们那个可以站在正好那个山最上面。那个圆圆的那个山的一层一层的那个，对对，如果站在那个上面可能会更壮观一些，但是我们也没有上去过。我说句实话，我觉得湖都是站在高处好看。没错没错。但是今天呢，有一点点小问题呢，就是对面这个冰川上那个云有点多一些，其实它也是冰川啊。对，我们所有那个最简单的1.1公里的。我们不爬这个723的。怎么了，富贵？你想爬723可以考虑。走，咱爬。能力有限，能力有限。画风变了。里面看那个湖更粉绿粉绿的啊。对，那个是发蓝。逛逛，快看！快看！哦，怎么样？这个路易斯湖呢，是18世纪的时候，这个加拿大的太平洋铁路公司发现的。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发现对，跟着美国西部大开发一样，一样的时间。然后太平洋铁路公司呢，为了纪念就是英国维多利亚第4个公主，然后她的名字就叫路易斯，所以路易斯湖来源于英国的皇室。这下面那个不是蚂蚁哦，这是小船。哇塞，美绝了！是不是一定要上来？一定要上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不是河狸啊？这河狸吗？我不知道是什么呀。这是个。今天坐下午2点的穿梭巴士，又来到了路易斯湖，反正是必来之地。
来回2公里。虽然说爬升有点高，但是当你觉得有点喘的时候，就快到了。那边就是路易斯湖滑雪场，我们就是在那儿坐的巴士。就是这样，在空中看，其实没多少距离，车开过来大概10几分钟吧。这个是路易斯湖费尔门酒店，前面是主楼，后面那个是副楼。副楼一般团队都住在那儿。当然，这个费尔门酒店里面有个非常漂亮的下午茶，但我们至今没吃过，但图片见过无数次。上来之后还是觉得小喘一下太值得了。反正来路易斯湖，大家一定要来这个疗养台。大船到了，哇，冰川可以看到嘞。好漂亮啊！在这儿多少钱？划船30分钟160，额外含加税。哦，但是这就1小时核算钱170。 1小时划算，1小时170，不是不合理啊，不合理啊！就是鼓励你做对呀1小时吧。主要是拍照。我要划2小时的话，那我一个船的价格就出来了。这个实际上是灰毛土拨鼠。我们刚才在山上看到了啊。刚才我们爬到了山上，就在这里。现在天气有点下雨了，应该是一点点，就像雪花一样的雨。下雪了，小冰珠！我的个天哪！一个下午见4季，所有的开阔面都是你的了，罐罐。就这个人脑袋不疼，就我脑袋不疼。这个人也把帽子扣上了。哎，我有一种那个夏天下雨的感觉。对呀，你看，这伞上，这小冰珠，我勒个去，瞬间变脸啊！你别说，倒不湿身。啊，瞬间变脸啊！我也不是怕那什么，就怕打着我脑袋疼。哦，叮铃当啷的。看那边那个雪山，我天哪，就像一个白色的猕猴桃盖在了那个费尔门酒店上面。感谢昨天那场雨。如果从这个角度上看，这路易斯湖滑雪场就在路易斯湖和路易斯湖酒店的正后身，可能是某一个小船出了什么问题，他出来拖他出去的，否则正常情况下不会有快艇。快艇的。哦，你看是这艘船。路易斯湖是大自然不经意间洒落在人间的一滴泪光，湖水清澈如镜，颜色却又仿佛揉进了遥远星河的梦，蓝的不真实，绿的像未被打扰的童话，群山静默伫立，仿佛是守护湖泊的古老神器，而冰川的雪在阳光下闪烁，如同时间的片段，在这片天地间悄然沉淀。当你伫立湖边，心会慢慢静下来，风掠过湖面，轻轻地吻过你的脸颊，让人几乎忘了尘世的喧嚣。你会开始怀疑，或许天堂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，而是眼前这幅山水长卷里那一瞬间的宁静与心动。这里不只是风景，更是一种灵魂的回声，让人愿意在此沉默良久，只为听见内心最柔软的声音。其实我本来也准备参加这个 tour 的，因为本来在中国吧，
骑过2次马，都有人前面牵着，这儿是自由的。但我这个人呢，自由不来，所以就没有去。让我看马走了，马队走了，给我拍了。跟着马队走肯定就是的景点，所以马队走了，我们也就别往里走了。真好看，真好看！这马队走一路拉一路啊！哎呦，真好。记不清第几次来罗伊斯湖了，避开人潮，嘚瑟，一堆蚂蚁那儿沿湖走进来，一定要走进来。其实平路很好走的，只不要上山了，平路走到底呀。这个人好贱。第一次啊，你就可以这样，以这个角度看路易斯湖费尔蒙酒店上面那些雪山啊，就像奶盖，一丝一丝的，反正就是人间美景了。再往里走就是冰川了，你还能偶遇马队，马的芬芳和它的产物，非常非常好哦。我们3个人已经绕湖走到最里边了，已经见到冰川了，现在往回走。看，有人挑战下水。好，我们已经走出来了。挑战成功！这天啊，是一天都不是3遍了，一天7、8回遍了啊。遛狗奇遇记，这是谁呀？这不关关吗？上。 45 pounds. Huge. Really? Yeah. Wanna send It's cute already. Yeah, it's kind of an odd size. How many? Bye. So he didn't see, you know. 没事儿，不怕。他们现在很友好，就是长得丑点。那边没人找你。